大家好，我是李四端，欢迎来到四端最前线。当然，今天我们谈的还是一个大家眼前最关切的国际议题焦点。再有6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然到目前为止，提早投票人数早已经在几千万以上了。但这场大选毕竟还是全球最关切的焦点。今天我们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而且特别来宾，是台北论坛基金会的执行长何思英何老师。我叫你老师可以吗？不行，我们老朋友。何教授他在过去在学界也在政界都服务过，同时著作等身。今天我特别还要推荐这本书。何老师来今天不是来打书的，我这边特别强调，这是我个人要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我真的觉得，此时此刻，如果你想了解美国，想了解美国的政治社会，解构美国这本书，这是何教授主编的非常好的参考书，非常好的一本历史综合人文以及现代价值观的一本书。了解美国就是这本书哦，所以老师今天这个这是完全我自动奉献的。这本书，我觉得真的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才去了解这个国家多么不容易，这国家有多么复杂。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好，今天请您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看到贺锦丽在这选举这6天，他跑到白宫旁边，也就是4年前川普在1月6号当天号召选民最后要去攻击国会的那个同一地点，在那边举行了一场造势活动很多人说这是他的封关造势活动，里面特别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走向未来，不要再重蹈过去历史的错误。总而言之，似乎在选举最后接近，他们意图想要做的就是我跟你如何的不一样。所以老师告诉我，您的观察，此时此刻距离6天这场选情，你怎么看？双方呢应该是非常接近。那么通常我觉得看美国选举你从3个地方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看它的人气，用学术一点的话，它的定义叫做民调怎么样，这等会儿再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财气。选举要钱，不少钱非常贵的。对，我们这边选举跟他们比起来真是小太多了，小当铺。对，然后呢，第3个就是要看地气，这个我一个一个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气怎么样，那么人气这个非常接近这接近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从9月到10月。到现在为止两个月嘛共和党呢就放出了很多，放了80几个民调，接近90个民调就是呢川普老是比这个贺锦丽高一点。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让因为川普其实这个人作为候选人是非常多的缺点的，这么多缺点的人在台湾是别想错。我觉得他东方社会根本不会选上这种人，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他的这个民调因为他有这些东西有这么多缺点，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民调就是跟他很接近。意思这个双方阵营都在操作民调，共和党远多于民主党。OK， 那么共和党呢就把每一次民调就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然后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从9月开始，所以这个因为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民调，让这个共和党稍微高一点就是要让大家觉得这个有一个这个红潮会出现，那这就会就一路上来。那么如果呢你把民调分成这个，还要分成那种正派民调多半是跟大学或者是这个大的新闻机构像 Washington Post 这些你把它分开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大概从第一次辩论到现在为止完全没变，就是潜在的完全没变。那么这些民调都显示贺锦丽大概赢2到4个百分点，当然有多有少那么你如果所以呢，这种有品质、有公信力的民调就会变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你说如果民调就是由共和党操作，民主党为什么不操作呢？因为民主党他现在我等会会讲到后面两个气那么民主党现在他是占了上风的，他要他的这个选民吓得魂不附体，你知道，
所以民主党选民啊，经过了2016之后啊，简直是把的怎么讲惊弓之鸟，所以我蜂拥而出啊。所以你看这个，你刚刚说已经我晓得今天是美国选民已经投票了有5000万人了，几个摇摆州啊，那个投票率更高，就是这个选民呢就会他要他的选民啊有这个危机感，所以呢，民主党的操作几乎是没有，据我所知。那么现在呢，就是好，现在这个民调上啊，就是这个气上面，好像那个川普还爬得蛮高的啊，其实还是都在误差范围之内。对，好，这是第一件，第一个我刚刚说的人气。第二个呢，就是指财气。我们刚不说这个，你对美国也了解。那么美国啊，选举啊，那可是花大钱的。那么就募款来说呢，贺锦丽啊，从这个个人募款或公司募款来说，现在已经募到了一个10亿美元。那么他还有钱拨给别的下面的这个像参议员选举、众议员选举或者是地方州长的选举。所以贺锦丽的钱比较多，钱多有什么好处？可以，第一个你可以雇更多的人，也就是我刚刚等会要讲的地气。第二个呢，你可以打广告啊，这个广告越接近选举就越贵。你如果一开始钱就够多的话呢，你可以早点预定。你早点预定了，你除了有那个时段之外呢，你还可以便宜。所以呢，他很早就开始这个强力募款，而且都是小额募款。小额募款有什么重要呢？你说一个人5块10块嘛，老几嘛？你要多久才记得出像这个 Elon Musk 这个帮助川普的，已经塞了不要几亿美元下去了。那小额募款它代表的是你的选民对你的忠诚度。所以呢，小额募款和大宗募款都是很重要。大宗募款是实质的，很有用。小额募款呢，就是向心力的表现。所以呢，这个贺锦丽这方面是赢川普的。那么最近一次的公布呢，就是这个就是候选人的募款啊，贺锦丽大概是川普的2倍到3倍。所以表示说这个很多人是真的不喜欢川普。那么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气。就是美国选举它是每个11月的第1个礼拜1或者第2个礼拜2第1个礼拜2听起来很绕口，你就说第1个礼拜2就好了嘛？不是，因为他是担心放在11月1号就不好了11月1号是这个反正他是1845年立法的，在那个时候美国还农业社会，这个你如果放礼拜1的话，那个礼拜天他做完礼拜之后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他才能去投票，所以礼拜1是不行了。礼拜3呢是市集就是说你投了票之后走回去又麻烦。4、5、6呢，你总要耕作吧？还有一个主席日，对4、5、6。那礼拜天呢就是上教堂要穿的戴帽子穿的好好的，对不对？所以呢只有礼拜2。这1个礼拜2，你如果要放礼拜2投票，那问题可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礼拜2是上班的。那我们这边是礼拜6投票嘛，大家嘛踊跃投票投票率都80几。我那个美国是投票率60多的，所以呢，礼拜2呢，你的问题就多。那你礼拜2，因为很多人要上班不投票，所以你有什么办法？你就要开始催票。可是你催票怎么催？美国的这2党他在这个多年搞了几百年的200多年的选举嘛，对不对？他们就一路相传下来，他可以知道我这个选区里头哪些选民是倾向我的，所以呢，他呢就去动员这些选民。他知道哪些选民是独立选民，所以呢，他就会去删一删。哪些选民是共和党的选民，从民主党观点来看，那你就不要去碰他了，那麻烦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们就2党都有这个册子这个册子，这册子呢现在全部都电脑化了。那么你有了这个选民的名册，你就要去动员他，怎么动员呢？这个传统的呢就是写明信片，你给他寄明信片去。另外呢就是电话。那电话呢，很多人呢都像我的陌生电话是绝不接，你当然也不接的。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那你那怎么办呢？
不接电话，他就是用电脑啊，他给你这个全部都输入进去。你去打电话的时候啊，电脑啊到时候会自动跳出来，就是如果有人接的话，就会自动跳出来；如果没人接的话，你会下次回拨啊。所以呢，跳出来了之后啊，更有意思，就是说，我是民主党选民，现在被你动员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一出来啊，马上就有这个就是 AI 告诉你说你这问题要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投票啊，那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投票。那我如果这个在美国投票，那规矩可多。美国我查了一下啊，这个不同的郡啊，就 county， 我们这边叫翻成县，它有不同的规定。它的 commissioner 可以做不同的规定的，所以呢，它那个投票是成本高的，因为成本高，而且要去登记，你要作为登记选民，因为成本高呢。你就不容易啊，你就不想去投票嘛？投个票这么麻烦，我们很简单，身份证一给盖个章，对不对？投了。他们不是啊，他们是你要先去注册，注册呢，你要去跟他说，我如果要用邮寄选票的话，你要找个地方说啊，你把邮寄选票给我送来。你如果在外州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直接投到这个你填好了，而且几十个空格你要填，从上到下，清道夫大家都要填出来，然后呢？你这个就要花很多脑筋，然后呢，你如果住在外州读书，假设你是一个学生啊，你这个外州去要把选票投好，你如果放到邮局里头去，你这张选票不废票，你一定要直接把这张选票用联邦快递，所以它的选举制度有历史因素，有地缘因素、文化因素，就是因为，所以它那不像我们最早的选举什么一人一票，人人有权，神圣权利，跟他的观念是两回事。两回事，因为他们是搞联邦制的国家。对，这本书里头。所以说，老师呢，你刚刚讲了这个人气、财气、地气，那民主党现在占便宜。为什么在地气上他占了便宜？因为啊，民主党啊，这个拜登啊，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布线，然后呢，他们发现啊 ，Hillary Clinton 啊，死就死在地气，就是他没有做，他其实后期没有做太多的竞选活动，尤其是在宾州，所以呢，这个拜登这一次啊，从年初啊就开始招兵买马，他这个招兵，你这个地气啊，要早早扎根。你要选一个地点好的，比方说三角窗，我们的这个统一超商的三角窗，对不对？你要雇人，然后这些人下面还很多志愿的，你要去印这些单子、传单、海报，你要训练人，然后你要把东西输入你的电脑里头去，这些都花时间的。民主党呢很早，但是这个最后的催票能够在选举的比例上，它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吗？民调啊。只告诉我们说谁会投票，他不告诉你说谁去投票，因为是礼拜二嘛，很多人一懒啊，所以现在最后这4、5天看来就是彼此在比催票，透过密集的广告，透过人力的动员，对透过各种的反正是各种友好媒体或者敌对媒体这个方式。希望把最后的催票再催出来。对。好，您告诉我们这3个因素很有趣啊。稍后，为什么说民主党行，共和党不行呢？共和党啊，都包给了 Elon Musk 的那个political action， 就是政治行动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他是在赚他的钱，对不对 ？Yes， 他在自己把这个钱再赚回来。他把包给他，他说你只要来，我1个小时给40。川普搞我觉得他在耍他，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赚47块嘛，他就说你来给我跑啊，那只要47块。那他的很多人呢，因为都雇来的，为了47块，所以你还没当选，我已经开始赚钱了。已经开始赚钱了。那很多人还不跑，就在附近的咖啡店坐着，然后呢，他也不去，然后回去就报47块啊。然后呢，Elon Musk 就发明了一个 app， 他知道你会在哪里。那这些来的人呢，很多都年轻人嘛，那更聪明。另外有个 app 把你这个 app 盖过去，显示嘛，我每一家都跑了，我操，其实他没跑。所以呢，这一点啊，他们的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选举。所以我说共和党啊，在这一方面啊，他的这个地气啊，是不如民主党的。OK， 继续你的问题。所以那我们就从你的逻辑这样来继续发展。到底来看，财力上，贺锦丽一点都不输川普。对。那川普就是这个人气，他们还是靠着操作性的地气。民主党又及早的动员部署，换言之，在您认为民主党目前应该是在优势了？我是认为他占优势啊。
直到此刻。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预测，这么多的这个分析，都把川普当成了好像势在必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是势在必得了，对？他是老了吧？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普遍的弥漫的气氛呢？我们在台湾啊看的那个报纸，这些报纸啊我都看，就是说尤其是美国大选啊，我那一定看得比较仔细一点的。就是你不能够抓了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美国人啊，比方说 Mark Halperin， 他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talking head 啊，就是主持人名嘴啊。那台湾呢，我记得有个报纸就把他的讲的东西啊，就说我讲了一堆，这放大处理，而且放大处理了。那所以而且那个报纸的头条就说这个贺锦丽很危险什么，你根据他讲，那么当然了。然后今天好像又有一篇也是从共和党的一个测试讲的吧，我今天好像也看了一篇的。所以那当然就是觉得说川普一定会赢嘛。那么我实在是觉得从这个人气、财气、地气来看的话，川普的机会没那么大。另外，环境变了，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个攻打国会山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今天贺锦丽的主题。之所以要拿它当背景 ，yes， 就是他要拿它当背景，这是一个，这让很多的这个原来共和党的人呢受不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堕胎，就是 Dobbs 啊，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从最高法院把这个Roe v. Wade 啊，这个生育权的这个堕胎权呢，他把它踢回去，踢给各州。很多州啊，就立了非常严厉的法案，不准妇女堕胎，即使是乱伦，即使是被强暴受孕，他都不准堕胎，一定要你最后到这个 term。所以很多妇女啊，就因为这样子受了很多的苦，还有死亡的案例。我记得这个贺锦丽好像在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找一个这个女的来说她的经历嘛。对。那么，所以这两个啊，就是说2022年这个因为堕胎案被最高法院打掉了之后，这个成立被打掉了之后，这个很多的地方选举，2022、2023年的地方的选举啊。这个民主党啊都赢，在最红的地方啊，他也是赢的，所以呢，这个环境啊是变了。那么你很难用今年的选举跟2020比，就2024啊，已经不是2020了，那更不能跟2016比了。那不能，那也不能。可是现在呢，就是很多共和党的，还有台湾的很多人想的就是说，我跟2016比。好，那又有很多报道是我看的，当然也是很多台湾经由美国的媒体做的2手或3手媒体报道，又说了，这个美国人最重视的还是口袋里面的问题，我的经济，我的荷包问题。这个川普似乎在美国众多的选民心目当中，他是在经济上比较能有作为的。他在经济上似乎能提出更多的打包票，很多事情，这又是我们看到的是，是偏差的论调吗？不，他不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事情。那么当然，你如果从总体经济的来看呢，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一路下来了已经这个你也必须说，贺锦丽运气还蛮好的。不再是疫情结束后的这么高，现在只有2%多嘛，跟这个联邦理事会要求的目标2%到3%呐，已经是在那个目标里头了，所以美国人有感觉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油价的问题，油价呢最近是67块美元兑1桶。那么油价是美国人呢最重视的，一天到晚就加油，对不对？我们以前在美国念书，一天到晚都在加油，贵死了，好心痛。所以呢，油价美国人非常重视，可是油价呢已经一路掉到大概就2块6、7左右，加州贵一点，别的地方还有2块出头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是的。那么贺锦丽在这上面啊，已经逐渐追平川普。那么当然，我们念政治学，在我念政治学、念美国政治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辩论，就学术上的很学术的辩论啊。就是说，到底是总体经济的数据重要，还是个体经济
个体的感觉重要。所谓总体经济是我刚刚说的，通货膨胀率下来了，就业率呢非常的高。那现在美国等于是这个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就业状况，然后薪资也高，但是总体的。可是我问你个人呢，很多人一说我去吃个麦当劳现在这么贵，对我要看的是我荷包的消费，我看到是我荷包的消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辩论里头啊，这个到底是总体还是个体？那么现在呢，大概来看是总体经济啊比较是占上风，对于选举的预测来说比较占上风。那你还是要看这个一般的水平。那么这里头啊，你刚刚问的这是个好问题，就是谁有些什么样的议题？那贺锦丽的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会事件啦、工党国会事件啦，还有就是堕胎权。然后这个川普的议题呢，就是移民和这个餐桌问题了。我觉得它是三支箭：关税、减税、移民，就这三件事，翻来覆去的在那边讲。对。那么关税减税我们都会谈哈。那么这个所以呢，他们各有各的议题，各有各的这个胜场。重点是在于我们如果看这个，那大家其实多半人都有心有定见了，大部分就要看那些30%左右的这个独立选民啊，他想些什么事情啊。那么这里头呢，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共和党啊，在共和党初选的过程之中，他们有一挂人马啊，有在这么经过这么多的初选，川普也有竞争者啊，像是这个佛州的州长 DeSantis， 像是做过联合国大使的 Nikki Haley 啊，所以呢，Nikki Haley 当然后来很早就退出了，可是川普啊，在每一州继续竞选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嘛，对不对？等于他单独竞选。那 Nikki Haley 已经退出了，可是呢，大概有18%的选票啊，即使 Nikki Haley 已经不在这个共和党初选的选票上，18%的共和党人继续投给 Nikki Haley。比方说，这18%的共和党人呢，是绝不投川普的。那么就有人专门就有这个很棒的这个，我觉得很棒的民调机构啊，就对这个18%的人呢做 survey， 所以大概呢这18%的人呢，我们说20%好了，有10%的人就回归，仍然会继续投川普的票。剩下的10%里头，大概7%到8%会投给他，会投给这个贺锦丽。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如果两党势均力敌啊，共和党先跑掉8%啊，这其实是有点影响很大，影响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啊，他今天要讲团结，他其实告诉的人就是说，你在我这个团结伞下面，你可以是共和党人，但是呢，你投我一票不成任何问题。他讲的就是这个。我直接一点，照您的分析看来，您现在此时就您个人还是看好贺锦丽会胜选？我是这么看啊，我花的时间就在这上面嘛。OK， 那我能不能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当然。好，我当然有可能错。然后我这个因为我上了你的节目，所以以后的声望一落。但是我觉得你刚刚分析的非常有逻辑，非常有系统，也告诉大家，他们是有部署的，绝不像现在看起来这么仓促的。OK， 那我就问直接两个问题。那从台湾人的角度，我们此时住在台湾人的，也不是我讲那么大的世界华人的，我更不就是谈中国，先谈我们台湾，这两个人谁当选？到底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好与不好？先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我是希望不会了，因为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贺锦丽比较希望，其实也是百分比的问题，机会大一点的问题。到时候谁知道你这么多人投票，说不定投票那一天一堆民主党人觉得我赢了，我不出来那不完蛋了嘛，对不对？这就是这个 Hillary Clinton 的结果嘛。所以呢，这当然也只是百分比的问题啊。这个先说，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他只会加税，然后呢，他不要他的同盟国，然后呢，我想乌克兰会完蛋，因为呢，欧洲的国家啊，这些北约的国家，这个美国如果出来带头的话，你知道我念国际政治，在 NATO 里头，如果美国出来带头的话，人人都愿意跟着；如果美国不带头的话，那就不行，那简直是不能打仗。那德国呢是完全不能打仗。我这个
最近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朋友对他们的这个军工业很熟的，我跟他说，哎，你们韩国在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中出很大的风头。他说你指的是？我说你们已经卖给波兰1000辆坦克，你们的那个坦克，因为他们有汽车工业嘛，所以他们的坦克啊非常的，就是很容易修。这个料子也好，钢啊、铁啊，什么东西都好。OK， 所以呢，我说你们大出风头，我是很羡慕啊。然后呢，这个他又说，我还可以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我卖了1000辆，我们还送给韩国非常多的装甲人员运兵车。他说德国连个350辆都没有，就是说已经承诺要给他，但他没有那些货，所以他得赶造。赶制的话呢，你那工厂啊、技师啊、工程师啊，何止一时半载的，根本弄不出来啊，根本弄不出来啊。所以呢，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早就说了这个，所以我想乌克兰完蛋了。乌克兰完蛋之后，我觉得台湾呐也很惨，因为川普是很容易买通的。这个你看，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给他的女婿给了这个20亿美元，就他下台给了20亿美元，为什么要给他？给他说当了什么这基金对冲基金用的，他女婿嘛，他女婿啊，对 ，Jared Kushner， 对，这个华府大概人人都知道嘛，一定给了一堆情报给沙烏地阿拉伯嘛，所以川普是很容易买通。他的维权是问啊，你想想看，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川普当选了，那对中国大陆是件很方便的事情啊。中国大陆现在所以不敢对台湾动手。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因为担心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的金融制裁是很可怕的，当然这个当然也会伤到美国，会伤到全世界的经济。最好是对从中国大陆的观点来看，最好是呢对台湾动手，但是不受到金融制裁。这点是最重要的。难怪你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耶伦去过2次中国。财政部长耶伦啊。去的比国务院人还多，对，这个是所以他就是在传递一个警告，是吧？我不能确定，我是你也许有，但是这等会儿要讲，我一定会提到啊。那么我另外有一本书啊，是专门就是去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我不知道打说，因为你提到，因为但那本书啊，我讲得非常清楚，讲美国怎么样用金融制裁啊，这个俄罗斯，然后中国大陆啊怎么样步步防范。那么中国大陆所以购买这么多的黄金，就是希望这个分散了它在美元上面的外汇储备，因为呢，美国啊制裁俄罗斯，他就把他俄罗斯的这个存在美国财政部的这些外汇啊，用美元为底的外汇啊嘛，全部冻结了。他也不说没收，因为美国有法律规定，你不能够没收别的国家的外汇存底，他把它冻结了。然后他最近跟这个欧洲啊达成协议，就是说这些外汇存底还是俄罗斯的，但是它的利息啊，那全部送给乌克兰。老共在大陆，在美国的外汇存底，老共好像大陆有3兆多的美元，有价值3兆美元的外汇存底，它当然要分散嘛。那我估计大概还有2兆多啊，大概是存在美元上面。那这个要被冻结的话，中国大陆不是脸都绿了吗？要是不冻结的话，又能拿下台湾，那多愉快的事情啊！对中国大陆来说，所以呢，他上来啊有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从台湾的观点，他要加关税，他已经是跟我另外还要收保护费。台湾有很多输美的产品，台积电啊、电子产品啊、半导体啊一大堆，然后呢，他又要收保护费哦。这个我们台湾嘛，保护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多买军火，哦，那你也买了一堆军火，你买这么多军火，你要有用，你要有人可以用，所以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要怎么样投资啊，变成一个。你会有很多国防预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肯去当兵的话，所以这些事情你买再多的军火，这保护费交了，人家还是不一定来。也就是说，如果川普当选，实质性的台湾的经济负荷会加重。哦呀，一定的。对美的很多的，他有很多经济手腕可能会施出来。对啊，可不可能川普讲话一向夸大其词，大家都知道。可不可能讲这些话，就如他的这个一贯的那个，就是这个样子？
我讲一些烂话，就是吓唬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上任之后，很多人说他会听他的国安团队，他可不可能会走到比较现实的路径？我们现在听的是一些疯话，有没有可能？他已经说过了，他要把美国政府给裁掉，教育部要裁掉，也可能是疯话。你觉得？当然，你要想这里头有个问题，他有个副手，他脑筋已经不太清楚了，有很多讲话场合已经不清楚了。但还有个副手叫 Vance， 这个我们刚才 J.D. Vance 什么听到了吗？对不对？J.D. Vance 可没有脑筋不清楚啊，他 J.D. Vance 的立场比川普还靠右，而且呢，跟这个我们刚谈到宗教，美国的宗教，这个美国的宗教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天主对不起，基督教，他们这个基督教是这个福音派吗？对 ，Evangelical 是福音派嘛。那么其实啊，跟里头的有一支啊叫做 Opus Dei，Opus Dei 啊就是这个 Dan Brown 啊在写这个达文西密码里头提到的。Opus Dei 现在在美国，在华盛顿还有总部，所以呢，他这个宗教的影响力很大。宗教的极右派，他就是要白人。所以前2天，这个川普开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对，麦迪逊花园广场那个打篮球的地方，他来找来的人就直接把这个西班牙裔、拉丁裔的美国人，把波多黎各人嘛，全部说他们是垃圾。那现在呢？那这些波多黎各人还有那个拉丁人的嘛，现在就火啦，就准备开始。所以你觉得，所以又变成贺锦丽的票。他是一个现在共和党似乎像一个明日之星啊，他的这个如果川普选上的话，就是他来把美国。所以我刚刚的题目是说，您觉得川普这话不是乱讲的？他可以乱，川普可以乱讲，但是有人给他执行。Vance 会给他执行啊。所以川普那些测试，其实很多从2022年下来之后，我看了一篇报道是，他们也可是在准备4年后的执政。哦呀，从来没停过。尤其过去一个跟台湾还蛮接近的团体——传统基金会。哦呀，传统基金会，我记得是我在跑新闻的时候，他们还是台湾很友好的人。对，现在还是很友好。在蒋经国时代，在李登辉前期时代，传统基金会不得了。没错啊，我还在那边做过3个月的研究呢。所以，那我如果再问的问题，那会不会就如同我们很多人说的，那川普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啊？这里头啊，你要看到他是我们的朋友的话，你要看朋友叫你做什么事情啊。他如果叫你交保护费，交保护费很贵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如果戳你，说你去跟老公干一架的话。他压迫你的话，那你当然不想干了。可是万一呢？所以呢，那个老公呢，说不定就说哦好，那么你要戳你找上门来的，我就打你一顿。这朋友是朋友，你要晓得，这朋友叫你做些什么事情，或从你腰包里掏走什么事情，大家还是要搞清楚。然后回到假设是贺锦丽当选，我们就回到贺锦丽哈。贺锦丽当选的话，他对台湾来看，我看就是跟拜登差不多。我觉得这个贺锦丽啊，他的重点在中国大陆，不是在台湾啊。当然呢，这个应该这样子讲好了。贺锦丽呢和拜登和贺锦丽他们通过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啊，包括了这个降低通膨法案啊，包括了科学法案这些东西。意思呢，就是要让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尤其是这个半导体的制造业啊 ，reshoring 就是回岸，就是以前是离岸嘛，现在是回岸，回到美国制造。那么回到美国制造呢，就有这个像我们台积电跑到 Arizona 去投资，其实啊都是在这个项目之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设定了非常设定了这个各式的这个制裁项目。就是不让这个，比方说台积电啊，不能够出先进晶片啊，到中国大陆。最近2天不是都在报这件事情吗？所以呢，贺锦丽啊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另外为什么我说他一定会做？因为呢，贺锦丽的经济政策，他说我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呢要把中产阶级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有钱人减税，所以你看有钱人全部喜欢川普。可是呢，我要照顾中产阶级，要照顾更劳工阶级，所以呢，劳工阶级啊，那个工会啊都挺贺锦丽。他说啊，我一定要从下到上，
我要把他们全部搞定了之后，就让你们可以成长，经济上可以成长，然后呢，我们的所以他说的机会经济。也对，他是这么讲的。所以呢，这个他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你要有机会经济的话，就直接牵涉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它在许多的这个产品上面都是独步一帜。那么美国在这个疫情发生一开始吃足了苦头。因为中国的口罩，所有的这个人的防护衣头罩、面具等等，85%中国制造，所以中国不出口。美国呢什么都没有，连口罩都没有。对。那我儿子在福特工作，这个福特那个时候，我儿子忙了2个多月是要做口罩他不做车子，做口罩。为什么要做口罩？因为美国的福特就密西根说，你们台湾福特跟我负责。你不但要给我们找到，我说就是给你，我问我儿子，我说是不是就给你们福特工厂人用？不，我们要给不但要给密西根的那个政府医院使用，我们要负责密西根州一部分的那个口罩都要。他到处，最后在那个在台北县一个穷乡僻壤找到一个口罩公司。天天就工程师所以成就了台湾的口罩国家队所以他就搞口罩对，所以呢，美国人从那个时候发现，这个中国大陆这样子搞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影响太大。对，所以呢，他们就在划定了几个区域就是像是这个通讯传播5G、4G 的问题，华为5G，他划定了半导体。划定了药材它划定了新能源产业这些作为的重点产业，所以呢这些呢都要减少美国甚至世界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好，现在牵涉到中国大陆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它消费不振，因为它的经济的模式就是一直是出口嘛，它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经济成长就是由个人消费加上政府支出、政府的预算支出，加上公司的投资，加上出口，减去进口。可是呢，中国大陆它的消费太低。中国大陆为什么消费太低呢？因为老百姓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很有钱，出来都这样的花钱，到处看都是大陆客、大陆观光客。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是很贵的，教育就很贵，然后这个医疗非常贵，他们的医疗那简直是跟我们台湾没得比的，所以台湾这些很多人说小确幸，我觉得小确幸没什么不好，老百姓福利很好，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它就是这个老百姓不花钱，你老百姓不花钱的话，你的产业就要去找客户，所以呢。中国大陆呢就贴补它的产业，所以产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而且它的贴补呢是一方面让这些它给很大的贴补，然后呢，比方说2014年他搞这个半导体大基金，我们叫大基金，那么这个半导体的大基金就出来了，很多的这个很多公司就跳进去，然后就一阵厮杀，然后就死了一堆。可是他活下来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对，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跟他这样子搞法。现在他的电动汽车也是这个状况，他的这个光电也是这个状况，死了一堆光电，他现在厉害了，出来了。他叫你们自己去自求生存，自求生存，活下来就是最厉害的。这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资本主义，因为它是靠国家。所以这个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中国大陆有它经济上的需求。它有它经济安全的需求，有它国内稳定的需求。所以如果贺锦丽上台，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您做的比较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呢，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当这个中国大陆有这么多东西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还有别的国家的饭碗，美国呢已经联合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甚至巴西印度，就说跟中国大陆说，你不能这样子搞。台湾也是在这里头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台湾呢，就是贺锦丽上来，我们不就讲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经济战略跟地缘战略
这地缘战略是挂在一起的。所以当这个贺锦丽呢继续做拜登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台湾呢是非常非常头痛的，就是他不让你卖这个，他不让你卖这个，你敢说不吗？你也不能偷偷卖，因为呢，他们总也查得到，你也查得到的话呢，那可麻烦，你都无穷无尽的麻烦，因为美国的这个法律啊，我常常说美国的霸权啊，不只是他的枪啊、炮啊、他的人才啊、他的等等，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霸权，就叫做治外法权。我们那时候读历史，治外法权、民族主义奇耻大辱，美国呢？多少年来就开始搞就靠这个治外法权。它的治外法权就是别的国家自愿去遵从美国的法律，这就你头痛了。所以他的这公司如果告你台湾的公司的话，他在美国告，他现在连奥运的奥委会他都要管。是啊，就是说他因为他有这些法律在那边。所以，执行长，您告诉我们，刚刚您从川普的分析。他上任之后，我们之间有面临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突性的危险阴影在里面，因为他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会立刻变成一个交易化或升高冲突化，甚至对台湾也有很多的予取予求，还有所求很多。可这个上来之后，你说贺锦丽上来之后，台湾同样会有头痛的，我们的制约在他的盟友阵营中的很多事我们做不了，头痛不一样。你能从代价的角度告诉我们如何不一样？代价角度如何不一样？我是觉得这个在川普下面，台湾要付出的代价会非常的高。就是说，如果按照川普的做法，这人没准的啦。就是如果被收买的话呢，你这个，因为我刚刚说了，大陆现在不敢，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纯粹书生之见啊，我觉得是因为担心金融制裁，还有经济制裁。那么我想起来，我那本书叫做《美元霸权》。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当他被制裁的时候，中国大陆很伤的，因为你看俄罗斯嘛，现在它的这个利率已经升到了21%，因为被中国大陆制裁。所以呢，这个大陆啊，这个他现在很难撒鹰，因为他不能够保证不能够有把握说到底情况会变什么样子。那么，如果川普上来呢，我们这个台湾呢就会这个成本就假设我们国防成本就一下这样子。那如果是贺锦丽上台，我们成本是这样一路上来一路上来，他会要求我们拜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比方说你要加强国防，你的兵不够，你要增加募兵，征兵募兵并行。你要有足够的训练，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军队训练不够好的。我在淡江战略所教书接触很多这方面的东西，那是训练是不够的。我们的这个军人而且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然我想我们看不到了，就是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少。这个人口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所以我继续从刚代价的眼光来看。我们川普的他呢是缓进，他是好。那我们最近看到了 AIT 的处长古立野，在这个时刻他公开接受访问，他强调，我想他要强调几个讯息，让台湾民众听到，他的用意应该是这个了。为什么他莫名其妙上节目干嘛？他强调一点就是，他认为无论谁执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基本基调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所谓台湾将来有战争的危险，他认为是可能性是蛮低的，这是他的话，您怎么看？我不怎么看，原因很简单了，这个我不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基调会是不变的，这点我要大不同意。美国对他的盟友 NATO 这样子的国家，这么多的国家，他的基调都可以改变，在川普的时代。然后对日本对这个韩国都是这个很予取予求的啦。这怎么会基调不改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而这些国家呢，对美国的这个战略利益来说，比远超过台湾啊。但他对这些国家还是这个样子啊。他的北邻加拿大，南邻墨西哥，川普说我不要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发现。
没有这个 NAFTA 的话，这个美国经济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另外搞了一个现在叫做美加墨协定，重新谈判，然后这两个加拿大、墨西哥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让步，这基调是会改变的，怎么会不会改变？我是不这么认为。他用的是基本路线了，这个基本路线也可以改啊，我是觉得可以改。然后呢，川普又上来说他是上来啊，他要让俄罗斯做他任何在乌克兰想做的事情。哎，这就够恐怖了，因为我马上就联想到台湾，他如果哪一天这个习近平对他示好，他最喜欢川普最喜欢别人拍他马屁了，习近平对他示好，又给他这个银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几天之后就要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白宫主任。6天以后。所以如果这样子来引述您的刚刚观点，用我的话语表达的话，台湾要做好准备，这改变是一定来的，而且你付的结果最后是，它一定会有变化。这两个人绝对不是过去那回事，也不可能这个基本路线不做任何的改变。第二个就是台湾会有一些代价的问题，但代价是急是慢，是快是缓，这个不一定，这两个人是这不一样。好，但这差别就很大了。那台湾的安全会因为这两个人当选而有立即上的危险吗？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然后这个他又这么喜欢这个专制政权的话，台湾是蛮危险的。因为我看这个欧洲国家现在比我们还紧张。普丁已经说拿下俄罗斯之后要拿下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接着就是过去就是芬兰和瑞典，然后就是波兰，所以波兰呢是非常认真的在备战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上来的话，他们必须要自立自强。那么我们如果川普上来的话，他如果对习近平示好，因为他早就说了，他很喜欢习近平，他很喜欢金正恩，所以呢，韩国也会很紧张。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紧张。他上来呢，这个贺锦丽上来呢，也许我们会，我想呢，基调是不会变，但是呢，你的功课、你的成本，你会逐渐的增加。我们很小，所以呢，这个最后啊，恐怕都是要看这个大国怎么样安排。那么我猜，贺锦丽还是对于中国大陆还是会外交优先，就是拜登的这一套。那么如果拜登这一套，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苟延残喘在国际政治下，因为我们实在太小了。以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问我们的来宾啊，就是台湾该怎么办？台湾能怎么办？或台湾的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领导人又该怎么办？我今天不想问你，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领导人自己要来别人他们要来想，他们的团队应该早就有这些很多的方案，我猜应该是有。应该是我只想问的是，从此刻开始到美国选举的结束。开始有新的候选人，以及经过了这么几年，或者近1年以来，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奇怪、最一个至少在国际上最难以预测选举。您觉得此后应该怎么我们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您研究这么半天的这个，好问题。我觉得这个美国啊，已经不是我们先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或我们壮年的时候的美国了，他现在有很多他们原来很好的制度啊，现在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崩毁。那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些传统的媒体，我们视为，尤其是别的国家的这个新闻界视为第4权，可是呢，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纽约时报》和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其他几个大报纸，都是非常的，现在都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偏川普的。像《华盛顿邮报》，它的前天它的这个编辑室啊要支持贺锦丽，结果呢他们的老板是 Amazon 的老板 Bezos 就把它否决了，然后好几个编辑就辞职了啊。所以呢，他这种传统啊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这些大报呢？这么要支持川普？原因很简单，第一个
就是这些大报啊，照理说应该扮演第四权，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学的嘛，对吧？可是呢，在川普那4年呐、一天到晚治国无方啊，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泄露的小道消息，哇，这个报纸啊登得可过瘾了，所以呢，读者的人数就咻一下增加，所以他们赚很多的钱在川普4年。你看那个拜登这4年来，这个治国非常严谨，他没有一个部长啊离职的，据我所知，所以呢，从来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出来，哇塞，他们的那个读者就咻一下就下来了。所以这个你就晓得他们比较希望川普上来。另外呢，还有这个，像华尔街的不是华尔街，应该说是这个矽谷啊这些科技大头啊，都喜欢川普，因为川普已经说了，他上来，你也可以说他是讲笑话，但是我刚刚说过了，他有个 Vance 在那边。他呢，就是说我的 EPA 以后也不要了，就是什么你们要开发油田，那么你们随便去搞。然后我的教育部不要了，我跟你讲，这个教育部不要了，就是让很多公立学校他没有办法生存，尤其是中小学那，他说我这也不要了，他有好几个不要，然后他说他要让他的这些人，他的人马取代所有的公务员，他要在国会通过律法把公务员全部干掉。换句话说啊，这美国会搞得天下大乱的。然后呢，他又说要高关税嘛，他说。Beautiful tariff 就是关税是最美丽的东西，他的关税已经有这个200多个经济学家说，他如果上来的话，通货膨胀马上就上来，然后呢，世界经济啊也会被他拖垮。可是呢，那你不会说世界经济搞得这么糟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呢，这些华尔街的巨子，尤其是特别支持川普的马斯克。还有Peter Thiel，Peter Thiel 是这个是这个 PayPal 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支付的那个 PayPal 啊，他的创始人，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专门做国防部生意的啊，这大有钱人，他们买了非常多的加密货币。那这些加密货币只要经济一烂，然后到处美国美元不值钱，通货膨胀一上来的话，他们手上的加密货币是不得了的钱。我们看到这场选举后面根本就是一场政商交易。哦呀，对他来说，所以他说要中产阶级啊，他说要给有钱人退税啊，所以你看加密货币，我是留意他们的价，从6万7到7万5，过去在教科书上学的所谓的民主的榜样，世界的民主自由的灯塔，这个民族熔炉，这些一切可能都在变化中。它都在变化中，而且糟糕的是它越变越坏。那更糟糕的是呢，我觉得更糟糕的是，因为它是美国，全世界的事情它都管得上一手。所以呢，人人遭殃。那并不是说像德国、英国、法国啊这些大国就不遭殃，加拿大不遭殃，那全部遭殃。OK， 我们要拭目以待，不必拭目以待，很快就来了，很快就来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论坛基金会的执行长何思英何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呢就这么完整的告诉我们这很多的前因后果，同时，我想最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被眼前你所习惯看到一些媒体的说法所引导，要多去参考各方的意见，包括今天此刻我们提供的，也毕竟只是我们的意见，只是一个众多意见之一，你应该多方面去参考。这场选举真的是未来，似乎真的不能说定它，真的不能说定它，还有5天的时间在发展。非常谢谢您。如果在最后是提醒大家去了解美国这本书，我觉得值得您一读。我们跟他都没有关系，您是主编的就知道。我是主编也没什么，这是出版社的事情，真的很值得一读。美国这个国家不管它怎么变化，但怎么办？它跟我们关系这么近啊。那没办法，对70年来都如此啊！我国中华民国立国100年以来，我看大概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对这个世界上有美国怎么办呢？好，今天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的结论了，我们只是一个展望。谢谢老师，不谢，谢谢您，谢谢您，期待我们下回在开票之后再见。